在过去的几年里，轻薄本一般都是和低性能划等号的，但是最近一年，轻薄本领域出现了很多主打高性能的产品，他们通过更强力的散热和更激进的功耗策略，打破人们对于轻薄本的传统印象，开辟出了一块新的市场。对于这种高性能的轻薄本，如果再使用低压处理器，未免有些不太合时宜。所以英特尔适时的在第11代低压 Tiger Lake U 的基础上提升了功耗和频率，做出了性能更强一些的 Tiger Lake H35处理器。除了性能提升之外 ，H35处理器还有一个意义，就是引导笔记本厂商向高性能轻薄本的领域发展。那么我们今天的主角就是戴尔交上来的作业，灵越13 Pro。这款新模具的性能会比以前的灵越更好吗？看完这期视频，相信你能找到答案。这里先来过一遍配置，这台电脑采用的是英特尔的 i7-11370H 处理器，维勒科夫架构，4核心8线程，显卡为自带的96 EU Iris Xe 核显，最高频率 1.35G 赫兹。作为采用新架构的 Tiger Lake H35系列，它也支持许多新特性，比如说双雷电4接口、PCIe 4.0、1秒唤醒等等。为了充分发挥 Xe 核显的性能，这台电脑采用了高频率的 LPDDR4X 4266兆赫兹的内存。其他方面，固态硬盘来自铠侠，容量为512GB，屏幕则是一块13.3英寸16:10比例2560×1600分辨率的 IPS 屏，标称色域100% sRGB， 整机重量1.25千克，厚度13.9到15.9毫米。价格方面，它的首发售价为5799元，另外还有搭配 MX450独显版本可选，对应的配置和价格我请后期贴在下面了。在外观上，灵越13 Pro 整体还是延续了戴尔轻薄本的风格，银色的 A 面，中间是经典的小圆标 logo， 尾部的转轴处理的比较圆滑。打开屏幕后会把机身垫起一个角度，提升散热和打字手感。说到打字，灵越13 Pro 搭载了一套全尺寸的键盘，键帽和按键间距都是标准大小，打字的时候不会像其他小尺寸的键盘那样挤，实际体验不错。不过这套键盘的按压和回弹反馈偏硬，可能需要适应一下。触控板的面积有一点小，滑动手感一般，属于能用的水平。翻到地面，中间是代表灵越的 Inspiron， 左侧的贴纸上可以看到5310，这是它的英文型号。整机虽然都采用银灰进行配色，不过 A 面和 CD 面的颜色还是略有些差别的。A 面更接近于银白，而 CD 面和侧边都是暗一点的灰色。这种设计能够让灵越13 Pro 在保持低调外观的同时，看起来更年轻化一些。来到侧边看一下接口，可能是受到无边键盘的影响，这台电脑的接口数量比较少。左侧有2个雷电4和一个 HDMI， 右侧是一个 3.5 毫米的耳麦口和一个折叠式的 USB-A。对于轻薄本来说，2个雷电4还是不错的，但是一个 USB-A 口可能有点不太够用。最后再来看一下屏幕，这台电脑搭载的是一块16:10比例的 2.5K 屏，上方的摄像头有物理开关遮挡，下巴只有半指宽。不仅屏占比看上去很高，且采用了德国莱茵 TUV 认证的物理防蓝光技术，可以减少415到455纳米波长的有害蓝光，同时保证屏幕观感不偏黄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戴尔灵越13 Pro 在98%亮度以下都是200赫兹的低频 PWM 调光。在色彩方面，这块屏幕的实测色域容积为106.5%的 sRGB， 色域覆盖为99.2%的 sRGB， 平均调态域为 1.3， 最大调态域为 2.53， 色准表现不错。屏幕的最大亮度为356尼特，中规中矩。响应时间方面，它的黑白响应时间为27毫秒，灰阶响应时间为45.28毫秒。灰阶响应时间有点长，敏感的人可以察觉到有拖影的情况。整体来说，这块屏幕的分辨率、色准表现还算不错，但是呢，实际使用体验恐怕要受到低频 PWM 的拖累了。灵越13 Pro 在宣传时着重强调了一下性能释放，所以说我们直接来测试一下它的散热表现。在测试时，我们把性能模式放在 Ultra Performance 这个档位上，室温25度，使用 Thread CPU 进行单烤。CPU 的温度维持在92度，受到温度墙的限制，功耗28瓦左右，频率 4.1G 赫兹。再换 Strix FPU 进行单烤 ，CPU 的温度维持在90度，功耗28瓦，频率 3.2G 赫兹。表面温度看图，键帽最高温度出现在 F6 键 44.3度，键盘中间区域大约在40度，绝对的温度并不算很高，但是面积比较大。背面的最高温度为 45.7度，中间的温度为 34.5度。噪音部分，它的满载人位分贝值为44分贝，轻薄本的一般水平。总的来说，灵越13 Pro 这个散热相比以前的灵越进步了，日常办公下的体验是能够保证的。聊完了散热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性能表现。CPU 方面，它搭载了一颗4核心8线程的英特尔 i7-11370H， 在 Cinebench R20的循环中，除了第4次分数稍低之外，其余的分数基本稳定在了2200分左右。由于 R20每一轮循环之间有一小段间隔，压力比烤机小一些，所以说灵越13 Pro 在测试时能够维持在32瓦左右的功耗。而在核显方面 ，i7-11370H 与 i7-165G7 类似，都是96组 EU， 区别在于最大频率。i7-11370H 要高了 0.05G 赫兹。不过呢，对于这代 Xe 核显性能影响最大的不是 GPU 频率，而是内存。
从 SETIMARK 的跑分结果可以看到，同样采用4266兆赫兹内存的 i71370H 和 i765G7 性能相差只有4%左右，而如果把 i715G7 的内存频率换成3200兆赫兹，那么性能差距就会拉开到11%到16%。灵越13 Pro 使用4266兆赫兹的高频内存，保证了核显性能的发挥。具体到实际游戏上面，这台电脑在 1080p 分辨率下运行 DOTA 2平均有70.2帧 ，CSGO 则有182帧，都是可以玩的水平。如果你不需要用笔记本玩大型单机，只是想在工作之余玩网游放松一下，那么像灵越13 Pro 这种采用 H35处理器和4266兆赫兹内存，同时散热中上水平的机器是可以满足你需求的。最后是比巴的传统项目拆机，拧松上面的2颗螺丝，底壳会直接弹起一个角度，然后拧下剩余的螺丝就可以取下后盖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卡扣比较紧，一不小心就会掰断。可以看到，它采用的是双风扇双热管的散热模组，靠右侧是 CPU， 左侧还有独显的空换位，应该是给 MX450 版本预留的。下方是支持 WiFi 6的英特尔 AX201 无线网卡，中间防静电贴纸下面是一个2230规格的固态硬盘，型号为 CL1， 是建新被凯达收购后的产品。这块硬盘很少见，从 IDA64 里可以看出，它使用的是东芝96层堆叠的 3D TLC 颗粒，以及入门级的汇荣 SM2263XT 主控，实测速度比较一般，顺序读取速度还行，但是 SLC 缓存只有5G 左右，连续写入速度很快就会掉到200多，这在正经的 TLC 固态里算是比较慢的速度了。其实这台电脑预留了2280长度的螺丝孔，对于硬盘要求较高的话可以自行更换。内存是板载的 LPDDR4X 4266兆赫兹，实际跑分如图所示。内存颗粒位于主板的背面，这次我们就不拆了。下方是54瓦时的电池，采用常见的4芯串联，不过被分成了2部分，供电排线从下面穿过电池连到主板上，也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天才设计啊。续航方面，轻度负载的 PCMark 10线来办公续航成绩为12小时9分钟，负载较高的 PCMark 8续航成绩为5小时25分钟，大家可以综合起来参考。好了，在看完了配置、外观、屏幕、散热、性能拆解之后，相信你对这台电脑有了一定的了解。我们照例总结了3条优缺点供大家参考。先说优点，第一，搭载 2.5K 高分辨率屏幕。近2年各家屏幕上的军备竞赛越来越激烈，普通的 1080p 屏已经显得很平庸了。现在戴尔也开始跟上节奏，用了一块16:10比例的 2.5K 屏，色准调得还不错，且支持物理防蓝光。现在主流笔电市场搭载的防蓝光功能都是基于软件调节，开启后偏色会比较明显。物理防蓝光可以从源头阻断蓝光对于眼睛产生的疲劳感，戴尔在这方面做得比较深入。第二，搭载双雷电4接口，雷电4可以算是英特尔相比 AMD 最明显的一个优势。相对于常规的 USB 协议，雷电4可以提供更高的带宽和更好的扩展性。如果需要连接多个 4K 显示器、移动硬盘、显卡扩展坞这些高速设备，那2个雷电4肯定能够派上用场。第三，键盘键帽尺寸较大，13寸的笔记本想要放下全尺寸的键盘其实挺极限的。这台电脑基本上把 C 面的宽度全利用上了，大尺寸的键帽打字手感确实更好，值得其他厂商学习一下。聊完优点，再来说一下缺点。第一，屏幕在98%亮度以下采用低频 PWM 调光。我们在拍摄外观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问题，低频 PWM 调光会让长期使用屏幕的人产生疲劳感，具体程度因人而异。个人建议不要在低亮度下长期盯着低频 PWM 调光的屏幕。第二，固态硬盘性能比较一般。这台电脑的主板上明明有2280的螺丝孔，但却非要用一个230的小硬盘，而且还是个入门款。实际使用中，较慢的写入速度会对安装软件、文件拷贝这种场景造成影响，使用体验要差一些。第三，高负载下键盘高温面积较大。虽然绝对数值不是很高，但是这台电脑的高温集中在键盘的中部，占据键盘的大部分常用区域。如果在运行大型程序的同时使用键盘，那热感就会比较明显。好了，聊了这么多，那么这台灵越13 Pro 到底适合哪些人群选购呢？我觉得，如果你比较看重它的外观和键盘，同时呢需要一台13英寸的轻薄本来进行办公和轻度娱乐，那么这台电脑可以留意一下。不过它的价格相对于配置来说偏高，而且有低频 PWM 调光的问题。如果稍微放松一点尺寸的要求，那么还有很多类似定位的 H35笔记本可以选择。总的来说，这台电脑让我看到了戴尔在轻薄本领域的努力。相比于以往散热不行只能慢慢品牌的老灵越，新灵越13 Pro 确实能够在散热、键盘等方面进行了一定的改进。那这也证明了戴尔并不是一个只会吃老本的厂商，在这场轻薄本性能化的浪潮中，至少要跟得上队伍，才不至于被现在越来越挑剔的消费者遗忘掉。如果戴尔能再接再厉，多推出一些性能取向的产品，那么它在中国市场的口碑或许会更好一些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欢迎长按点赞，一键3连支持我们。如果你想每天都和我一起互动，可以关注比巴评测室的官方微信公众号，我每天都会在里面点评一款电脑。这台电脑或许良心，或许坑爹，但我们的目的就只有一个，
交流买本心得，帮助电脑小白。这里是108评测室，我是猪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